我丈夫的初恋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段视频，视频里他们俩用嘴唇传递一张扑克牌，牌掉落在地的瞬间，两人的唇瓣贴合，吻在了一起。他们没有停下，沉浸在当下，热吻了整整1分钟。他的配文写着，还是当年那个笨猪猪。史蒂夫的技术依旧在线呀。我默默点了个赞，留下评论，恭喜。下一秒，丈夫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怒气冲冲地吼道，没有哪个女人比你更戏精。我就是和兰妮玩个游戏，你又发什么疯？那一刻我才明白，7年的感情一文不值，是时候离开了。我揉了揉依旧因流产而酸痛的肚子，心里默念，对不起，小家伙，你来的不是时候。强忍着身体和心里的双重疼痛，我又点开了梅兰妮·雅各布森发的视频。屏幕里的她脸颊泛红，眼神亮晶晶的，满是藏不住的爱意。下方的评论已经炸开了锅。我在场。我发誓，史蒂文和梅兰妮绝对是法式热吻。哇哦，史蒂文这身手可以啊，难怪他晕乎乎的。你们看兰妮那表情，果然家花不如野花香。视频的最后，他们终于分开，那一幕仿佛持续了1个世纪那么久。更多调侃的评论不断涌现，梅兰妮还特意回复了几条。梅兰妮，哎呀，大家别造谣呀，我和史蒂夫就是好兄弟，铁哥们而已。梅兰妮，再这么说，小胖子该生气啦，哈哈。他口中的小胖子指的就是我，安雅·劳斯。小时候，我因为生病需要服用激素，体重一度长到120斤。如今我只有90斤，甚至比梅兰妮还瘦，可她依旧揪着这个外号不放，尤其是在史蒂文·科布姆面前。我的胸口像是压了一块石头，闷得喘不过气。原来，史蒂文今天推掉价值数百万的生意，去当老同学婚礼的伴郎，是为了这个。我以为他是重兄弟情谊，却没想到，他的初恋梅兰妮是那场婚礼的伴娘。我真是太傻了，是时候结束这段关系了。深夜，史蒂文醉醺醺地回到家，浑身散发着酒气，洁白的衬衫上沾着刺眼的红色唇印。他叫了我几声，我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他醉醺醺地把头埋进我的怀里，哄道：老婆，对不起吗？就是和兰妮玩个游戏。我是伴郎，她是伴娘，我也没办法呀。没办法。可他吻她时眼里的愉悦和得意根本藏不住。见我没回应，他用头蹭了蹭我的胸口，试图撒娇：老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以前他这副小狗似的模样总能瞬间融化我的怒火，可现在脑海里不断浮现他和梅兰妮接吻的画面，只让我觉得恶心。我推开他，翻到了床的另一边。察觉到我的抗拒，史蒂文的语气瞬间从嬉皮笑脸变成了愤怒。哎呀，我都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他厉声说，婚礼上大家都在开玩笑，就你当真？我忙了一整天，你就不能别无理取闹吗？他的声音越来越刺耳，你就不能学学兰妮？她多懂事啊！你到底在闹什么？我们都结婚了，你还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？是啊，我和史蒂文相恋7年，结婚5年。上学时，我追他的事几乎传遍了整个校园。结婚后，我们搬进了我父母闲置的别墅。我拿出自己的积蓄帮他创业，我父亲也动用了所有关系帮他铺路。5年时间，史蒂文成了人人追捧的科布姆先生。婚礼上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发誓：安雅，我发誓会永远爱你，珍惜你。我那么相信他，默默退到幕后，把公司的全部权力都交给了他。可他功成名就后，却把高中时的暗恋对象梅兰妮聘成了他的私人助理。换做以前，我或许会大发脾气，大喊大叫，哭哭啼啼。可每次我这么做，史蒂文都会看不起我，骂我不可理喻，缺乏安全感。他不知道的是，今天他忙着和梅兰妮接吻的时候，我陪公司客户喝酒喝到出血，被送到医院后才知道我怀孕了，却也流产了。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，他一次都没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忙着陪梅兰妮，
根本没工夫理会我。突然之间，我觉得这一切都不重要了。看着史蒂文那副理直气壮的样子，我苦笑着叹了口气。窗外的雷声越来越大，仿佛在呼应我此刻的心情。史蒂文，我们离婚吧。我终于开口，房子和车都是我的婚前财产，公司我们一人一半。他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，安雅，你疯了？我只是吻了他一下而已，你就要跟我离婚？我不知道你竟然是这么小气、心胸狭隘的女人。我还没来得及回应，他的手机响了。电话那头传来娇滴滴的声音：史蒂夫，外面打雷了，我好害怕，我一个人在家，你能过来陪陪我吗？梅兰妮问道。史蒂文温柔地安抚她，别担心，兰妮，我马上就过去。他的声音温柔的我从未听过。挂了电话，他转头看向我，脸色冰冷，毫无感情。安雅，我知道你只是在气头上，我给你点时间冷静一下。我看着这个曾经深爱过的男人，如今却变得如此陌生。我抓住他的袖子，声音里带着一丝绝望，史蒂文，别走好吗？留下来陪陪我，求你了。他的脸色变得更沉，你能不能别这么不可理喻？兰妮最怕打雷了，我怎么能留她一个人？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。雷声震的房子都在发抖，我蜷缩在角落。我也怕打雷啊。小时候，父母总是忙着工作，每次打雷，我都会抱着毛绒玩具瑟瑟发抖。史蒂文曾经答应过我，会永远在我身边陪着我度过每一场雷雨。他说，安雅，从今以后，每一次打雷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可今晚，他选择了别人。他担心梅兰妮一个人在家害怕，可我也一个人啊。半小时后，梅兰妮发了一张照片，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，其中一只手腕上戴着一块绿色的劳力士，袖口是挺刮的白衬衫，那分明是史蒂文的手。可他的婚戒不见了，只留下一道淡淡的痕迹。他的配文写着，天呐，我粘人的小奶狗冒着暴雨来陪我了。我脑海里的那根弦突然断了，那一刻，所有事情都豁然开朗。7年的感情，终究抵不过梅兰妮的一句甜言蜜语。我感觉灵魂都被抽走了，疲惫地倒在床上，沉沉睡去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不出所料，史蒂文依旧没有回家。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我打开手机，搜索了一家一直想去的餐厅。既然心填不满，那就先填饱肚子吧。开车到餐厅后，我推开门，瞬间僵在原地。他们就在那里，史蒂文和梅兰妮亲密地靠在一起，像一对陷入热恋的少年少女。史蒂文先注意到了我，脸上立刻露出不耐烦的神情。安雅，你现在竟然开始跟踪我了？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他的声音尖锐刺耳。我叹了口气，疲惫地说不出话来。没想到会撞见这一幕，真是个残忍的笑话。我只是来吃饭的。我回答。这家餐厅是著名的浪漫圣地，我跟史蒂文提过无数次，希望他能带我来。可每次他都敷衍道，我不喜欢那种菜，你想去就自己去。如今，他却坐在梅兰妮对面，给他点了昂贵的情侣套餐。从配套的餐具到心形牛排，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浪漫。梅兰妮笑着凑近他，史蒂夫，这家店也太赞了吧，我好喜欢。史蒂文的脸上瞬间绽放笑容，你喜欢就好，以后我常带你来。他的话像一把刀，刺穿了我的心。服务员笑着走过来，你好，情侣在本店用餐可以合影，有机会免费乘坐摩天轮哦。梅兰妮眼睛一亮，史蒂夫，我们拍吧，在摩天轮顶端拥抱，一定超浪漫。史蒂文宠溺地摸了摸他的头，好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，兰妮。他们一起拍了照，背景是摩天轮。史蒂文还把照片挂在了餐厅最显眼的墙上。梅兰妮注意到坐在角落里的我，带着得意的笑容走过来，小胖子，哦，不对，我是说安雅。你别误会啊，史蒂夫只是想帮我实现一个小梦想而已，我们之间没什么的。不远处的史蒂文朝我投来鄙夷的目光，刚才的温柔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他占有欲地搂住梅兰妮的肩膀，兰妮，跟他解释那么多干什么？安雅这种人根本不懂什么是浪漫。他补充道，我们走吧，听说在摩天轮顶端许愿很灵的。梅兰妮兴奋地笑道，真的吗？那我要许愿找一个像你一样的老公，史蒂夫。他宠溺地笑了，傻丫头，我不就在这儿吗？看着他们手挽手离开的背影，我终于明白，是时候放手了。面前的食物一口没动，我逃离了餐厅。回到家，我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进行李箱，目光落在墙上挂着的结婚照上。照片里，我和史蒂文相吻，满脸幸福。如今看来，只觉得无比讽刺。我毫不犹豫地把它从墙上扯下来，扔进了垃圾桶。和史蒂文相恋的7年，确实有过开心的时光。我记得那些他吻我醒来的清晨，记得他在我生理期给我泡的红糖水，记得他在我难过时的安慰。我以为他会永远是那个样子，可自从梅兰妮重新走进他的生活，一切都变了。现在，我1秒钟都不想再待在这个房子里。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，离婚后再处理也不迟。离开前，我把离婚协议放在了餐桌上。靠牺牲换来的爱情，永远不会平等。史蒂文，这一次是真的再见了。